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开运8成靠家里能够吸引好运的家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只要打扫家里的这个地方，您的家就能够吸引好运；第二，为什么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，人生总是顺风顺水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只要打扫家里的这个地方，您的家就能够吸引好运。如果您最近觉得总是提不起劲，运气好像停滞不前，那么不妨先别急着调整心情，先从家里开始整理，也许更有效。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在各种看不见的压力和情绪之中，而这些状态其实和我们住的空间息息相关。您可能以为这只是玄学或心灵鸡汤，但实际上，这背后是有脑科学根据的。比如说，当您开车开久了，即使在狭窄的路上，你也能像操控自己身体一样灵活的驾驶。这是因为大脑有个叫空间定位的功能，能把车当成身体的一部分，与您产生关联。同理，当我们长期居住在某个空间，大脑也会逐渐把房子当作自己身体的延伸，于是家里的状态就直接反映并影响着我们的内在。如果家里脏乱，能量不流通，人的情绪和身体状态也会跟着紊乱。比如玄关，就像人体的嘴巴，如果玄关堆满杂物，鞋子乱放，灰尘堆积，就好像嘴被堵住一样，导致说话表达不畅，人际关系受阻，金钱运气变差。再比如厨房的菜板，这里摆放的是您用金钱换来的食物，最终变成您的血肉，可以说是劳动和生命能量交汇的地方。如果长时间用脏旧菜板，进入身体的能量也会变差。而用火做饭，更和人的热情、动力密切相关。要是您发现自己最近提不起劲，可能是自吹频率下降，内在的火焰变弱了。作者认为，这些现象都源于空间和人的相互关联。所以当您觉得心情难以调整，动力提不起来的时候，不妨先去整理一下家。心情阴郁的时候，房间往往也显得暗淡无光；动力不足的时候，厨房通常也是冷冷清清。当您用这样的视角去看看自己的家，或许就能发现那些自己原本没注意到的心灵镜子。所以如果您最近觉得运气停滞，就从整理家开始，您的大脑和身体一定会感受到那个变化。接下来我要和大家介绍一些一整理就能提升运气的重点空间。在第一部分中，主要有以下6个地方：一、玄关，关系到金钱运和健康；二、厨房，运势加工厂；三、客厅，交流和缘分的发生地；四、卫生间，掌管机运；五、浴室，对应人体的肾脏；六、洗手台，切换身心状态的开关。我们来一一看看。首先是玄关，它不仅仅是出入口，更是关系您金运和健康的命脉。就像人体通过嘴巴摄取能量，家通过玄关接纳外界的人脉、金钱、机会和好运。所以检查一下您家的玄关，鞋子是不是乱放，有没有积灰，堆满了包裹、纸箱、杂物。如果有，强烈建议您今天就开始整理。只要玄关整洁，气场流动顺畅，好事自然跟着来。事实上，有不少人因为认真打扫玄关，从而让人生发生了巨大转变。有位年轻人说，他之前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结果，但自从整理好玄关，把鞋子整齐摆放，每天清晨摆上一束花，居然迎来了难以置信的财运转机。或许您身边也听说过类似的故事吧？不过重要的不是靠运气碰运气，而是这背后其实是有合理根据的。因为我前面也提过，我们的大脑具有空间定位功能，会下意识把家里的状态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认知。换句话说，玄关凌乱，不仅会影响您的口腔和呼吸道，甚至可能连消化系统都会受到负面影响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那就是鞋子。就像每天要认真刷牙一样，玄关里的鞋子其实也等同于口腔的清洁象征。鞋子上沾着泥土、气味，还有户外带回来的气息，如果任由它们脏乱，
好的运气也会不愿意进入家中。所以擦亮鞋子这件事，就相当于是给房子刷牙。而且很多人可能也听说过，在玄关摆放鲜花会带来好运。其实这不仅仅是装饰，鲜花拥有强大的能量，可以净化空间，抵御从外界带进来的负能量。作者就提到过，鲜花能够将空间内滞留的坏气场清空，恢复原本清新的状态。由此可见，整理玄关并不只是打扫卫生而已，它更是一种净化连接自己与外界的嘴巴。接着第二个我想介绍的重点，就是家里的厨房。作者认为，厨房是家中能量最为活跃的场所。其实厨房不仅在灵性上，在科学上也是非常有趣的空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汇集了火、水、风、土、金、木这6大元素。火是炉灶，水是水槽与食材中的水分，风来自排气扇的空气流动，土是大地孕育的蔬菜与谷物，金则是刀具，木就是砧板。在整个家里，只有厨房是这6种元素齐聚的地方，因此它就像一个能量的加工厂。让我用更贴近生活的话来说明，我们辛苦赚来的钱，最后都会变成什么？就是食材。而这些食材放上砧板，被切、被加热，最终成为食物，转化为生命。所以砧板就是劳动的终点，也是生命的起点。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，就是砧板的材质。现在很多家庭都在用塑料砧板，但作者建议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请尽量使用木质砧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木头原本就蕴藏着大自然的能量，当食材放在上面时，土和木的能量波动就会互相呼应，完成能量循环。通过烹饪产生的蒸汽、热气、食材中的水分，以及烹饪者当下的心境，都会影响到厨房里的气场。所以保持厨房干净整洁，使用木质砧板，并不只是选个工具而已，更有调节家庭微生物环境平衡的重要意义。厨房就像家里的肝脏，是过滤毒素、储存营养的地方，也是掌管家庭运势的重要空间。从今天起，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您家的砧板，仔细打扫厨房，让它变得干净整洁。然后第3个要介绍的重点就是客厅。作者认为，客厅是整个家中最能体现人味的地方。不同于厨房、玄关、厕所这种功能明确的空间，客厅就是用来放松、交流、待着的地方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家里的氛围、成员之间的关系状态，都会原封不动地映射在这里。如果把整个家比作一个生物的话，客厅就是心脏，就像血液流动一样，人来人往，气息流动，温度和空气感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节奏。因此，如果客厅像是心脏僵硬，充满紧张感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逐渐冷却，可能有些出乎意料。但客厅不需要完美无瑕，反而留一点松散更好。当然，也不是说客厅可以乱七八糟，只是稍微有点随意、自然，才最适合人聚在一起。无论是家人、恋人，还是一个人住，这个道理都一样。您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体验？去别人家做客时，如果客厅太过完美，反而觉得拘谨不自在，那是因为我们潜意识中感受到一种要跟这个完美气场同步的压力。反之，如果沙发上搭着件衣服，桌子上放着几本便签，反而让人觉得安心。客厅就应该有那么一点适度的随意。对于摆设也是如此，太过有冲击力的艺术品，会让空间的能量过于锋利，让人难以放松。客厅里最适合的是自然风景画、柔和色调的艺术品。客厅是用来放松生活的地方，所以今天当您整理客厅的时候，不妨以家人或重要的人能安心的躺下来作为一个标准来布置。房间里有孩子在跑来跑去，或者有随手脱下的外套，也没关系，甚至有翻开的书放在那里也完全可以，因为这正是有人在这里生活的证明。而这客厅里回荡的笑声，或偶尔的安静，也会渐渐成为整个家的心跳节奏。
接下来第4个要介绍的，那就是厕所。如果您希望被金钱眷顾，就一定要重新审视一下厕所的状态。作者说，也许您没想到，金月和厕所其实有着很深的关联。比如家里入口是玄关的话，那么出口就是厕所。用人体来比喻的话，玄关是嘴巴，厕所就是臀部和排泄系统。而这种出入口的感觉，其实和金钱流动非常相似。毕竟钱本来就是流动的东西，比起存多少，更重要的是怎么流动。而那些能够把金钱愉快流出去的人，钱也更愿意再回到他们身边，金钱的流动也会变得更加顺畅。所以要提升金运，首先就是要关注好这个出口的质量。既然厕所是这个出口，那么首先可以做的就是认真把厕所打扫干净，把厕所擦得亮堂堂的。光凭那样，空气都会变得清新许多。另外，有一些可以帮助净化空间的好物，比如带有清香的香薰或香包，可以调整空间的能量。还有一个有趣的方法，就是用天然盐，把盐在平底锅里干炒大约4分20秒，放在小碟子里，然后放在厕所或者玄关，静置1周，时间到了再把它丢掉。就这么简单，都会让空气变得轻盈许多。玄关放鲜花，厕所放盐，或许就是调整家中能量流动的黄金组合。厕所不只是个生活空间，更是释放内心负能量、调整运势流动的重要场所，所以必须好好珍惜。接着是第5个，浴室其实就是家里的第2个肾脏，而且什么都不做的时间，正是带来好运和净化的时刻。生活中，有很多人总觉得疲惫消不掉，明明脑子里转个不停，身体却沉重，心里也有点烦躁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往往会想着是不是该再做点什么，但其实真正需要的，也许是什么都不做的时间。而这个角色，正是浴室。用人体来打比方，肾脏是过滤血液，把毒素和废物排出体外。浴室也一样，是把身心堆积的不需要的东西，用水冲走的地方。所以，仅靠洗个澡、冲冲汗是不够的，只有泡进浴缸，真正的净化才开始。我们的祖先从来不把泡澡单纯当成清洁手段。作者甚至说，浴缸就是灵魂的零重力空间，在那里，您不需要创造什么，也不用想什么，只是存在着。而也正是这种什么都不做的时间，最能让身心归零，最后甚至连健康和金运也都会顺着好转。所以今晚不妨抽点时间，泡个澡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就这样待着就好。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第6个，就是洗面台。其实很多人常常忽略了洗面台这个地方，但它实际上扮演着一种切换身心状态开关的作用。洗脸、刷牙、化妆这些日常的小动作里，隐藏着调整内心状态的契机。比如早上对着镜子为自己打气，晚上对着镜子放松。辛苦了自己。每次转换状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站在洗面台前。人体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，也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，负责切换活动模式和休息模式。早上起床，交感神经开始活跃，身体变得清醒；晚上副交感神经占上风，身体逐渐放松，进入睡眠。而这个切换状态的重要契机之一，就是洗面台。水的触感、镜子里自己的脸、双手的动作，这些都会在无意识中给心灵按下开关。而且洗面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镜子的力量。镜子不只是简单的反射，它更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地方，是与理想中的自己相遇的窗口。正因如此，在镜子上贴上积极的话语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比如每天早上对着镜子，大声说：“我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美丽。”这样积极的自我暗示，从心理学上也被证实对潜意识有很强的作用。这里的诀窍是，不要说我想要变的，而是直接说我正在变的，我已经。因为人类的大脑对否定词的反应较弱，
却对肯定词反应特别强，尤其是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话，这些话语会更加深刻地渗透到心里。洗面台并不只是洗脸、刷牙的地方，它是遇见新生自己的地方，是调整内心模式的重要空间。每天早晚，只要哪怕几秒钟，温柔地对自己说几句好听的话，这些微小的积累，最终会成为改善美容运势、提升整体运气的大能量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我们来聊聊为什么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，人生总是顺风顺水这个主题。先来公布一下是哪3点，人生总是顺利的神奇房子的特点。1. 没有未了的执念和过去沉重回忆堆积的衣柜，保持干净整洁。2. 能展现与自然界关系的庭院或阳台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3. 经常打开与外界相连的窗户，保持通透。第1点，为什么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人生会顺利？就是衣柜里没有堆积未了的执念和沉重的过去，而是一直保持清爽整洁。其实整理衣柜并不只是打扫这么简单，它和我们内心的整理、心理状态息息相关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衣服、包包、饰品这些物品，其实都承载着记忆，尤其是别人送的，或者曾经在特别场合穿过的衣服，仿佛是记忆的胶囊，默默封存着当时的情感。但这些东西里，也有一些早已不再适合现在自己的东西，甚至还携带着您不需要的能量。这时候，与其强行塞在抽屉最深处，不如心存感谢地把它放下，送走。心理学上也有类似的说法，记忆和情感会通过物品强烈连结。整理物品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切断对过去的执念。我们大脑里有个叫海马体的区域，专门掌管记忆，它会把情感和回忆绑定在一起。所以，当您看到这些带着回忆的物品时，很容易勾起当时的情绪，不自觉把自己拉回过去。所以，整理自己身边这些拖住现在自己的物品，是让内心轻松起来的第一步。把真正喜欢的，光是看一眼就觉得幸福的东西留下来。那些拥有正能量的记忆值得珍藏，而那些光是拥有就让您觉得沉重的东西，不如趁机整理清理掉。衣柜其实就是映照内心的一面镜子，通过重新审视这些物品，和过去的自己好好告别，挑选出真正属于现在的自己需要的东西。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有意义。放下过去，才能迎接更好的未来，留出新的空间，自己也会一点点变得自由起来。第2点，为什么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人生会顺利？就是庭院和阳台保持整洁，展现出与自然界良好的连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家庭这个词其实就是家和庭2个字组成的，这可不是巧合。庭院或阳台既是家的一部分，也是家和外界自然连接的重要空间。庭院里有自然，有生命的循环，还有家里没有的那种开阔感。而且庭院和阳台不只是为了好看或兴趣，它们其实是我们和自然界的连接点。当孩子在庭院里玩耍，宠物在晒太阳，家人在阳台烧烤聚会时，内心是不是会莫名变得轻松愉快？虽然看不见，但其实这里流动着一种安定安心的能量。作者说，它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一样，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免受外界威胁、守护身体内部稳定的力量。同样，庭院和阳台也扮演着守护家人安心的空间，给心灵带来安全感。就算您家没有庭院，只要在阳台上种几盆植物，或养点绿植，也能吸纳到这种守护能量。养植物就是在见证生命的轮回，浇水、晒太阳、发芽、枝叶繁茂、开花结果，每天体验这个过程，内在的生命力也会被悄悄唤醒。这不仅是心理治愈，还能带动经济、事业、人际关系的能量流动。因为一切停滞，运气就会变差，而有循环的地方，才会有好运和机会。顺便说一句，植物和人之间，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能对话。最近研究发现，植物也有类似记忆和选择的智慧。
人类的信息甚至可能通过口腔中的唾液等媒介传递给植物。所以，下次您在种花、播种的时候，可以试着在种子上沾一点自己的唾液，再种下去。这样一来，那株植物就会顺应您的体质和心境，成为专属于您的量身定制的生命。而且据说植物是能听见语言的，您可以试着和它说说话，温柔地叫它的名字。这样不仅能改善植物生长的环境，也能让住在这里的我们自身的能量状态慢慢平衡起来。不妨先在阳台上放上一株小小的植物，从这里开始，家中的气场也会随之改变。你也可能慢慢找回那种内心得到守护的感觉。而正是这种变化，会悄悄地带动健康运、财运缓慢上升，成为好运降临的基石。接下来是第3点，为什么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人生会顺利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窗户是开着的。如果您最近总觉得和人之间的联系变淡了，不妨先试着与自家窗户好好相处一下。其实，窗户并不仅仅是一个开口，而是连接你与世界的重要通道。就像人的眼睛是用来看世界的，窗户也扮演着房子的眼睛角色。早晨醒来时，不要第一时间拿起手机，而是先拉开窗帘，打开窗户，去感受一下外面的风，沐浴阳光，抬头看看天空。光是这样做，心情就会自然变得积极起来，想要与人交流的意愿也会悄然涌现。光和风就像是能够重启身体与内心感知的自然开关。不过，光是打开窗户还不够，如果窗户脏兮兮的，就算有阳光和空气进来，也会让人感觉闷闷的，气氛不佳。所以平时要记得常常擦窗户。蒙尘的玻璃不只阻挡了光线，也模糊了人与世界的联系。而擦得干干净净的透明玻璃窗，光是看着就让人心情愉快，清新的空气和气场也会跟着涌进来。其实这样做也有类似驱散陈旧晦气的效果。如果你还想多做点什么的话，总之，窗户不仅仅是用来通风换气的，更是连接人和世界的入口。拥有一个舒适、经常敞开的窗户，家里自然容易聚集好人、好运和美好的事物。从这里开始，也许您的生活节奏和人生方向都会跟着悄悄变好。房子是我们生活的容器，空间的状态就是您内心状态的镜子。当您认真对待这些地方，生活也会慢慢给您回应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